OK，大家好，大家早安，好，我是 Dustin。那我们今天来看这个主题呢，其实非常非常明确，好，就是我们今天来聊聊 CR。好，那聊 CR 的时候，我们就一定不能避开是有一种题型叫做我们说它含结论的逻辑题。OK，好，含结论逻辑题里面，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个障碍，什么障碍？就是当我们今天在做到含结论逻辑题的时候呢，好，比如说削弱、加强、假设跟评估的时候呢，好，我们很长时在考试的时候，我们只能看到一些明显的无关，OK 啊，就是写太夸张的无关，或者是我们常常用到什么，用到态度来删，比如说题目讲的是 undermine 一个方法，然后我们把对这个方法看起来是有益的东西全部删掉，那通常到最后留下来的东西都是什么？好像看起来好是有关系的，而且是有好态度一样的。这个时候我们往往不知道怎么处理了，而且我们觉得两边呢怎么想得通，这个东西用我们通称叫正确选项和混淆选项的组合。好，那遇到这种方式的时候，很多同学都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呢，在检讨的时候也只能慢慢自圆其说 OK，那就是这样吧。好，但是在读书会的时候呢，或者在自己检讨的时候呢，大家都有自圆其说的例子，对不对？好，那我们今天就来看到底有什么样的同整性的方法可以让我们来解决混淆选项好的问题，这样子让你之后让它混淆选项的时候，最后二选一的时候，能够有比较明确的方式来判断。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这边主要有三题，好，我们这边主要有三题，好，那这边请各位先按个暂停，然后做完这个题目之后，好，然后再怎么样呢？再重新按播放，好不好？好，来，那这一题如果做完的话，好了，你刚刚如果做完的话，那我们再来看下一题，好，请各位再花一点点时间做完这个题目的这两个选项，好，我主要只挑混淆选项而已，好，做完之后呢，再按播放，好不好？好，大家，那我们再来看什么？我们再来看第三题。好，来第三题，请各位先花一点点时间做完这个题目。好，做完这个题目之后，再我们重新按播放。好，大家，我们刚做完三个题目，对不对？好，来，我们今天来看哦。我们今天来看，到底今天为什么我会挑这三个题目出来？这三个题目又代表什么样的含结论的题目呢？好，你要知道含结论的题目其实有三种，一种叫方案，一种叫解释，一种叫预测。好，这三种我们先把二分，什么二分？当我们在讲说我们要做什么事情来达成什么目的的，这叫方案。然后接下来怎么样呢？接下来当我们来讲说要推一个因果关系的叫解释，可这个因果关系有两种推法哦，一种是什么？一种是我们先怎么样呢？我们先有一个结果，我们先知道一个结果，然后呢，我们从结果怎么样呢去推原因？OK，好，来再来一种推法是什么？我们先知道原因，然后我们去推有什么样，它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这样子。OK，所以一个是解释，一个是预测。好，来，那这里我们来看三个推法，到底今天重点在哪里？OK，其实你只要记得一句话就好，不管是哪一种推法，重点永远是在结果。OK，很奇怪吧？好，你说 Dustin，可能有一些东西是什么解释因，有些东西是预测果，为什么你说今天重点是在结果？好，请记住，好，什么叫重点？破题点，就是我们想题目的时候，从哪里可以出？OK，好，破题点呢，寻找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破题点的寻找可以让你知道有哪几个因素会接下来影响，是吧？会影响就是这个答案。OK，好，我们常常举个例子，比如说什么？我们常常说，今天如果你在数学的时候，你在做 data sufficiency 题目的时候怎么样呢？好，你常常会遇到一个什么问题，就是说，一开始他问你说，请问 the what is the 什么 what is the volume of a 什么东西？比如说 OK of a 比如说 qubit，OK，好，你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你不会直接什么都不想下去算，你会知道怎么样？你会知道说 OK，好，今天立方体的体积是由谁决定？是由所谓的什么？是由所谓的边长决定，所以你就下去算这样子。好，那今天如果换成什么？我们如果考你什么样？如果考你说今天如果好说一个圆柱体，OK，问你如果今天换作是问你圆柱体好了，你今天不会直接把圆柱体这三个字下去算，你会怎么样？你会先想好圆柱体的公式是半径乘上怎么样呢？好，半径平方拍乘上什么？乘上高，也就是底面积乘上边长，乘上高，就是它的体积，所以你就知道怎么样呢？你就知道 r 跟什么
，R 跟高是两个需要找到的变数，OK？所以请记住，你今天看题目的时候，做 CR 的时候，我们很常会犯的错误就是，我们没有去抓重点，我们就把什么，我们就去下去看选项。这个时候有两个危险，第一个危险是什么？你很容易意气用事，OK？好，你很容易觉得说啊，这个东西态度有对，就把它留下来这样子。好，那不知道说有没有达到点。第二个危险就是什么？你很容易被选项带着走，什么意思？你被选项如果一写的很诱惑，你就会被带着走，你心里面没有一个中心这样子，OK？所以不管什么时候，我们在讨论事情的时候，我们在看完资讯的时候，我们都要问自己一件事：这个文章里的重点在哪里？破题点在哪里？破题点永远在结果，请注意，不管是什么样的写法，永远在结果。好，我们举第一个例子哈，多盖高速公路是不是可以解决塞车问题？好，什么意思？原本的题目可能是写的这样子，就是说什么？好，政府为了解决塞车问题，怎么样呢？他决定盖一间高速公路这样子 ，OK？ 好，那今天要怎么样帮助你自己找到结果？有个方式就是什么？你把这个结论，好，你把这个带着因果的结论，你加一个字叫什么？是不是或者是什么是否 ？OK？ 加下去之后，你就知道答案很明显了，有没有？盖一条高速公路是不是可以解决塞车问题？重点是哪里？重点是可不可以解决塞车问题？所以呢，我们就要去想说，先稍微想过一遍，在看题目之前，看选项之前，我先想过一遍。什么东西跟塞车问题有关？比如说什么？比如说 OK， 车的数量、路的宽度、路的什么发达路的那个就是普遍程度 ，OK， 还有怎么样呢？还有像比如说国道的高速公路的收费也会影响人们使用意愿，对不对？好，然后还包括怎么样？包括可能人们的用路习惯，比如说如果大家开车习惯都很差的话，其实你开多少路他们都会塞车，对吧？好，然后比如什么？比如说像 OK 所谓的有没有突发事故？所以其实上不是路不好，是什么？是可能大家都太容易车祸了之类的。OK，尽量花5秒的时间，尽量想多一点的因素。好，那这个东西你平常就要做训练，不然你考试的时候你是想不出来，你脑袋已经死当了这样子。OK，太久没训练，脑袋变浆糊了哈。平常先做过一遍，好，在做题目的时候做这个训练，等到怎么样呢？好，考试的时候你就可以预测正确答案。那这个时候正确答案一出来，你就马上就可以选这样子。OK，好，那这个东西就是什么？我们所谓的破题重心。好，所以请记住哦，方案题的重心永远在目的，把这个目的去尽量去想有什么因素会影响这个目的。等一下答案出来，就算你没有想到，但是你也知道说重点就在那个目的。好，先去让自己熟悉这个答案的环境。OK，来，像我们刚刚做的第一题，这一题里面你可以看到怎么样呢？它的重点是什么？它的重点是在这个好。Plan two 有没有看到？这篇文这个应该说结论啦，在 Plan two 这个地方，OK， 结论说什么？结论说他要做什么方案，对吧？那你就知道要做什么方案，这个东西是结论，但它不是重点。重点是什么？它的结论要达成的结果，换句话说，它的目的，所以它的重点在这个地方。好，to lure more business downtown。那你既然好，现在我们抓重点了。好，我们要想一件事情，是不是可以吸引其他怎么样呢？好，是不是可以吸引更多的企业来？好，那你就要想一件事情，企业会为什么来？好，我们先看没看选项之前，我们先想哦，会为什么来？第一个，会为了有没有利益而来，对不对？所以可能有没有市场？再来，会为了什么？会为了有没有所谓的那个省钱而来，对不对？所以，比如说有没有什么优惠？好，有没有价格比较低或物价比较低之类的？还会为了什么而来？比如说会为了有没有保障而来，对不对？好，所以可能会找法规比较完整的地方，对吧？好，还可以为了什么而来？还可以为了所谓的 OK。比如说，好，所谓的环境而来，对不对 ？OK，那你会发现这边有那么多的因素，对吧？好，来，等一下看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找。好，来，最后发现混淆选项有这几个。好，第一个 local tax rates， 好，这个跟我们刚刚对到什么？我们刚刚对到了那个讲说这个地方可以省钱，对吧？好，所以你就会把它迅速保留住。那当然我知道你也会针对一选项有很多的疑问，想说，倒是我觉得这个也蛮合理的啊，就是这个地方明明就是。不好意思哈，这个地方就是明明是好的，就是有好的 modern office space， 为什么他们不会来呢？这样子 ，OK， 好，来，请注意2个点。第一个点是什么？这个题目是削弱题，好，所以它只有因素到了，但是我讲它的方向是不一样的，它反而是在讲好的地方。好，第二个点是什么？假设今天这个选项出成什么？出成反面好了，就是说，OK。Downtown value will have less amount of modern office space。就算他今天给你态度正确好，他也不会比 C 好。为什么？因为今天你用正常的角度来想的话，一个企业会因为 tax rate 来的动机比较强烈，
还是会因为一个漂亮的办公室来动机比较强烈？OK， 好，这个时候就要进入到我们什么正常常识的微点哦，当然是什么？当然，今天对企业来说，省钱比什么样呢？好，省钱比环境重要嘛，对不对？好，所以今天如果进入到什么，进入到所谓的两个择一，态度一样，且因素都好像就是都有且算是但是不同因素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就要进入有关无关的筛选。好，那有关无关的筛选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得出来怎么样呢？你可以看得出来，好，就算今天一选项它是用同一个方式，它是对到了题目的 threaten 的方向的话，你也要用你的常理去判断，到底一个企业比较有可能，好，我们知道 most threatens 对不对？比较有可能会因为就是所谓的税率，还是有可能会因为 modern office space 来怎么样呢？来这个地方这样子 ，OK， 好，再来我们来看第二种情况，解释。解释的题目就是什么？比如说他最后会说什么什么东西 attribute to 什么什么应该这样讲，什么什么原因 attribute to 什么什么结果，好，或者是这样讲，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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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因不好意思，应该是什么什么结果 attribute to 什么什么原因，然后什么什么原因 contribute to 什么什么结果，好，或者是什么什么东西 must be must be caused by 好之类的，反正就是看得出来他的推论的那个地方，他是在推的是原因这样子 ，OK， 好，来，那今天如果遇到今天是推论的是原因的话呢，我们要注意到一件事情，加上是不是，好，把这个句子的完整的推论加上是不是，比如说原本讲的是陨石导致恐龙的灭绝，那今天我们就加上是不是就变成什么？是不是陨石导致了恐龙的灭绝 ？OK， 好，来，所以重点是在什么？重点是在到底有没有可能有其他的原因导致恐龙的灭绝？所以今天怎么样呢？今天我们的要抓的这个点叫什么？恐龙的灭绝是由哪些因素所产生的？比如说，除了陨石之外，可能还有什么？可能还有所谓的 OK， 好，比如说还有所谓的地震啊，好，比如说还有所谓的就是粮食问题啊，好，或者所谓的什么被天敌捕杀啊，或者所谓的什么竞争关系啊，当然还有可能是干旱，有可能是洪水，好，也有可能是各种的因素，好，不一定是什么，不一定是陨石，好，所以你先想过一轮，但是这些答案等下不一定会出现，但至少你知道，你想过一轮之后，你可以锁定你心里面重点在恐龙的灭绝是什么原因之上。OK， 好，你要把就是什么东西跟恐龙灭绝最有关系，它就是答案这样子。OK， 好，来这个地方我们来看这个题目。好，这个题目里面呢，你可以看到，好，它的重点是什么？你可以看到它这边的结论在哪里了？The list will cut the number of ground conditions 不好意思，好，but health at best。来，这篇文章的结论在最后，the drop in repair cost can be expected to be much greater。OK， 好，来这个地方请注意哦，好，来，这个地方他放的东西怎么样呢？好，来，他这边放的是什么？他这边放的是 the drop in repair cost can be expected to be much greater。好，来注意哦，这个地方他今天说的是，repair cost 可能会比较高。好，来，不好意思，我好像放错题目了，这样子。OK， 好，来，不好意思，我应该放的是这一题。好，先看这一题好不好？好，应该先看这一题。好，我好像放错顺序了。OK， 好，来，应该是先看这一题。OK， 什么东西？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它要 undermine 是什么？是 explanation。OK， 好，什么样的 explanation？你们看到？这个地方前面已经讲说，就是好，这个薪资水准有差了这样子，然后最后说什么？说他认为一定是什么？一定是高度的竞争把他们的薪水拉高了。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怎么样呢？他其实今天是要推什么？推原因，为什么？一个是 explanation， 另外一个怎么样呢？这个地方的因跟果是已经讲过了的。OK， 果是已经讲过了 ，income for such employees。OK， 好，然后再来因是什么？因其实是还没讲过的。OK 哦，好，因其实是他提出了新的观念这样子。好，来，所以今天怎么样呢？所以今天好，他这一题好，不好意思，刚刚有点乱掉。好，来这一题里面呢，他要推的是什么？他要推的是好。因这样子 ，OK， 果是已经确定了啦。好，主要他也推的是因，但不管是推的是因或果，你都要记住一件事情，不管他要推哪一个地方，重点是在哪里？重点永远是在果 ，OK？ 什么东西组合成这个果？我们就要想一件事情，到底今天这些员工，好，
的这个差距。OK 哈，好，这个income 变多，income 变多，是不是真的是因为他们什么？他们的竞争变激烈呢 ？OK， 好，是不是因为他们竞争变？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怎么样呢？不是他们变比较厉害了 ，OK， 有没有可能是他们不是比较厉害而是什么？有没有可能不是因为雇主变少，竞争比较激烈，而是什么？而是今天 employees 怎么样呢？他们可能原本比较烂 ，OK， 那其实现在只是怎么样？其实只是回到正常水平而已。那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整个大环境变好，所以不是雇主的竞争，而是因为整个经济变得繁荣，所以呢，他们薪水还自然变高。那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什么？甚至跟我们说，可能是因为通膨的关系，因为通膨变高，所以物价自然变高，所以薪水自然换算变高。OK， 好，所以其实有各种可能，我们都要先想过一遍。但你知道，你想过之后，虽然不一定是答案，但怎么样呢？等一下如果出现的话，就可以直接怎么样先锁定好。但如果没有出现的话，我们也可以知道，我们重点要放在什么东西会影响员工的什么薪资这样子。OK， 好。那你看 A 选项，它就是直接对到什么？其实不是他们现在变得更好，不是现在的这个老板抢人比较激烈，而是什么？而是过去他们其实都怎么样呢？其实都做什么？其实都做所谓的好出工这样子，所以是过去低于原本的薪资水平。好，然后呢，现在开始怎么样呢？找回比较高的工作，所以薪资提高，所以是过去被低估，而不是现在怎么样呢？现在被价值提升这样子。OK， 好，来，那猪选项为什么你会觉得好？可能是答案，但是它其实最后不是答案，因为怎么样呢？因为我们今天重点是要怎么样讨论说，到底是为什么好薪水会变高 ？OK， 好。为什么薪水会变高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只点出了什么？我们只点出了跟别人的差距是没有办法解释的。我说我跟他薪水差3000，不能代表说我自己的薪水从以前到现在变高。OK， 好，所以这个地方怎么样呢？它就是所谓的混淆选项。混淆选项很容易会被误选，是因为你可以看得出来，它其实里面怎么样，该提的都有提到，对不对？时间点有对到，而且怎么样呢？而且这个里面也有讲到说这些 bachelor degrees，OK，好，他有讲到好，但是问题是你今天如果有抓到重点是，我们要解释到底为什么他们薪水变高的话，我们就不能拿别人的差距来解题，跟别人差距是别人的事情，可是跟别人的事情跟你自己的以前到现在提升是没有关系的。OK， 好，然后不好意思，最后我们再看好，第三种题型是预测结果。好，预测结果的时候呢，请注意到一件事情。好，比如说我们讲结论里面会说，好 ，climate change，OK，或者是 global warming will cause the increase of sea level。好像这种东西就要推结果的。好，你可以看得出来，从推论的那个方向就可以看得出来，从那个句子最后句子里面那个动词推论句的方向，你可以看得出来它是推哪里地方。好，但像这种推结果的时候怎么样呢？好，不管今天什么，不管今天他要推哪一种，反正就是你要记得，永远原因都是在永远就是重点都在结果。好，像这里的结果是什么？什么决定了海平面的高度，对不对？好，大家说海平面上升，对不对？所以我们重点在于什么？什么决定了海平面高度？那我们就要去想，海平面高度有什么东西来决定的？比如说今天还有2个成分来决定，比如说今天是什么？好。新增的水量跟什么？跟减少的水量决定的。那今天新增的水量，除了全球暖化、融冰之外呢，还有什么可能？比如说，有没有可能人类排放水？有可能。好，但有没有可能什么？有没有可能降雨变多？也有可能，对不对 ？OK， 好，那海平面减少有什么跟有关系？有没有可能是人类抽取海水？也有可能。有没有可能是什么？有没有可能像比如说所谓的 OK， 那个就是蒸发变多，好，气候干旱也有可能，对不对？所以这些因素想过一遍之后呢，也许不是答案，但是重点是你知道了，我们讨论的是海平面由什么决定。好，那我们再来看最后这一条，不好意思啊，刚刚有点就是顺序弄错了这样子。OK， 好，来这个地方，请你看哦，最后结论的地方是什么？结论的地方是 the drop in repair cost can be expected to much greater。你会看到它这个地方推测语气出现在哪里？出现在推结论的地方，对吧？好，然后呢，你就知道什么？这个地方其实是在推一个预测。好，那这个时候你不管是推原因，或者是推结果，你都要记住，重点是在这个结果。好，这个结果是什么？重点在哪里？重点在我们讨论是会不会会不会预期更多嘛？对不对？好，那什么东西会不会预期更多？是什么？是repair cost 的下降，也就是下降幅度会不会更大？那我们就要想，那再简化一下重点，重点是什么？什么东西会影响 repair cost？
什么东西会影响维修的成本这样子。OK， 好。那当然，你可以看到，就是 C 跟 E 选项，好，可能会好非常非常，就是我们就会觉得很有关联，因为他都讲到什么，他都讲到就是是到底什么样的人会或者是什么样的情况会导致什么，会导致就是那个 ground collisions 就是这种事故这样子。好，那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在 C 选项怎么样？他点出一件事，他说你的方法可以怎么样呢？可以帮助我们减少是最花钱的事故，所以呢，只有点到什么最花钱不是最花钱，就是说最花钱的事故，所以他有点到什么？他只有点到省钱这个地方 ，OK， 直接有点到这个就是 most costly， 那你就知道减少最花钱的事故，其实相对来说就是什么？就是直接可以连到减少维修成本，对不对 ？OK， 好，因为你的重点在这边，你不会抓错这样子。好，但你看E选项，看E选项的时候，你发现一件事情怎么样呢？它只有讲说大部分的事故是由谁所导致的，但它却没有讲到什么样的这些事故是贵的还是便宜的。好，所以这些事故也有可能是什么？也有可能是便宜的或贵的这样子。OK， 好，而且怎么样呢？而且今天你再回去文章看，你会发现说，其实文章在前面已经讨论过什么呀？已经讨论过数量的减少了，所以换句话说，你如果只讲数量的话，变成落入文章已讨论的范围里面。现在这句话讲的是说什么？数量减少了，但是怎么样呢？但是在就算这样子，好，就算数量减少之外，我们还是可以预期这个 repair cost drop 会变更高。换句话说，在数量的减少之外，我们还可以要想另外的因素，怎么样呢？会让什么？会让这个就是节省变得更多，所以数量已经不是我们讨论的范围了。OK， 好 ，much greater， 比我们原先想的，比我们原先估计完数量的还要多。好，所以E选项变落在讨论范围之外，它只提到了什么？它只跟数量有关，而不是真的跟什么数量以外其他会影响 repair cost 有关这样子。OK， 好，所以呢，你可以发现我们做这3题都是一样的这个流程哈。比起你以前用感觉硬看硬去想说这个东西是削弱，所以就跟着削弱，跟加强跟着加强这样子哈。你现在可以知道说我们的流程是怎么样。在看选项之前，先去抓到这个就是结论的什么核心重点，就在那个结果，然后把那个结果再继续简化成单一因素，像这边结果可能会讲说drop in repair cost can be expected to be much greater。那你发现一件事情，最后真的重要因素不是在上升或下降，而是在于这个什么维修成本。然后接下来尝试去把它分拆成好几个 variable， 就像你看到圆柱体的体积，你会分拆成半径跟所谓的高是一样意思。最后再去选项里面看，那当然选项看的时候，你可以就是先把明显无关的跟什么，跟态度上方向是什么样的，好，态度上方向是不一样的先删掉，好，最后留下来的2个选项，往往要记得一件事情，怎么样？回去看怎么样呢？回去看谁跟他的概念是比较相近的 ，OK？ 好，如果2个都有关的话，你去选那个最相近、最有可能的这样子 ，OK？ 好，逻辑上最紧密的，好。那如果发现还是不行的话，2个都很有关系的话，怎么样呢？往句子的前面看，它可能已经怎么样？已经被 premise 排除范围了。好，所以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对于结论题的混淆选项所做的就是逻辑做法。其实你要知道为什么要设计这个东西，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方法，原因是这样子的。很多时候你在做 CR， 你是不能完全靠技巧，你懂我意思吗？好，就是你如果完全靠技巧的话，也很容易就陷入一种就是硬套的节奏这样子。OK， 那很多时候你是要靠一种直觉，像这种直觉，我们要去努力从生活中去想说，用这个东西如果放到生活中，如果是我来做决策的话，我会想哪几个因素？其实这也是 GMA 要训练你的，他希望你在未来去读 MBA 的时候，或许对 MS 的时候，当你遇到 case 的时候，让你要分析，你要去控制一个数字的时候，或者是你要有个指标要完成的时候，你可以不要死脑筋只想的一个事情，或者是你现在眼睛看到前面看到的这个数据。好，你可以想说这个数据的背后会有什么样的因素会影响，想的越多就考虑的越周详，在你的制定计划或在解决问题的时候，你就可以怎么样呢？就可以分析的越仔细这样子。好，所以 GMAT 的考试请记住哦，所有东西都有它背后的道理，请你不要说用硬套节奏、硬套套路的方式。好，当然套路是可以用，它可以加速我们速度，但不代表说你要唯一用套路。你也知道，如果你只用套路的话，你会发现一件事情：过去如果你尝试过只用套路的话，第一个你无法解决所有的问题，第二个怎么样？你很容易脑袋变得很死，对吧？好，所以请记住，套路跟所谓的直觉反应这种就是逻辑分析并重，才是我们做 CR 的唯一正解。这样子，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边。好，那希望大家能够
用心的准备。那之后呢，可能会就是好再多一点的是 CR 跟 RC 的这些东西。好，之前讲太多 SC 的这样子啊，那就是最近我对 CR 跟 RC 也有蛮多理解的。好，那请大家就是密切的关注，也可以关注我的那个YouTube 频道或者是部落格这样子。好，那我们今天先聊到这边，再见。